1584张照片，在每一行0.417秒的时间里进行辨认。这么小，根本看不到嘛？不可能。今天面对的挑战难度仅止于此吗？这么大幅度的晃动啊！这个太难了。挑战者要操作挖掘机在3分线外进行投篮。不可能嘛，未知数太多。砥砺前行，自强不息，挑战不可能。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挑战是人类不断前进的动力，挑战也再一次让我们审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梦想的分量。让我们一起再次为生命的极限喝彩。锐意前行，皆由我定。挑战不可能由全方位领先7座 SUV 长安福特2018款锐界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家的新可能赞助播出。挑战不可能，年轻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感谢本节目指定饮品东鹏特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黄金珠宝国民品牌金一提供赞助，有喜事选金一。本节目互动奖品由精选海拔3000米有机青稞酿造的天有德青稞酒赞助。打开微信摇一摇，积攒挑战勋章，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我们要进行的这个挑战项目，它考验的是人的视力的极致的辨识能力。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李伟爸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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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挑战师兄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苏佳琪，今年8岁了，来自广西柳州，大家都叫我鹰眼女孩。你的眼睛是视力特别好吗？不是视力特别好。所谓的鹰眼是不是能够辨别出更难的东西？嗯，是的。今天小佳琪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在今天入场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有点奇怪？我们给每位都拍了照片，采集了324位观众的面部肖像，然后我们现在将把这324张面孔投放到我们的屏幕上，生成照片墙。1584张照片，哇！一块屏幕上是1584张照片。而另外一面墙是把这1584张照片重复按照同样的位置重复了一屏。究竟稍后的挑战会如何进行？请听挑战规则。现场2块屏幕墙中，各有1584张尺寸、背景、摆放位置全都一样的观众照片。评委将从右屏中任意选择1张照片，将其面部五官进行合成。合成后的照片重新放回原来的位置。挑战者需要在10分钟内通过2块照片墙的对比，找出合成照片，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只有1次机会。佳琪，规则明白了吗？明白了。好吧，来，请我们的小佳琪进入挑战位，戴上眼罩和耳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评委来为佳琪出题。上下左右先选一个区域，哎，对对对，好，再来选择具体的目标。3位评委随机挑选1张照片，和评委董卿的照片进行合成。确定了哈？哎，决定了。现在现场合成。合成后的照片再次放入1584张照片之中的原位。这哪看得见？我们先近一点的。哇，走那么近啊，我觉得很难看。对，
因为分辨率的关系，很多对人的眼睛那眼珠就是子都糊掉了，对不对？我刚刚就说我那个大小都已经看成斗你看，你看，鸡眼了。你看这个眼睛有一个眼睛都已经完全就糊掉了，你看这个眼珠对呀完全它已经变你要形了。这样看，这个是非常困难，是有特殊的训练，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干扰信息出现。你们还有一个处理法是吧？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究竟什么叫屏幕干扰？请程序员开始。哇，它每次只出现一个小横条，这个就非常难了，而且是放在一个8岁小女孩的这么一个身上面就完成这个挑战，那这个难度就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它就这样一直跑动。对，10分钟的时间，他必须要在每一行0.417秒的时间里去进行辨认。这个我们的光驱一直在不停地滚动，所以0.417秒，其实它真正面孔完整出现的时间可比这个还要短。一边1500多张，那一边也是1500多张的照片，在不停的在动，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的挑战者摘下耳机和眼罩。掌声有请小佳琪再次回到挑战区，请小佳琪进入挑战位。10分钟计时开始，我宣布挑战开始。它是上下扫描的，按道理对我们的眼睛应该是旋转的会好一些，而且还是动态的，的确是有一些难度。什么都看不到。他的眼睛是，我特别想看他的眼睛是，但他没有。他什么样子？他根本就没有像我想的那样会两边比。我们的左眼是在右边的神经，右眼是左边的神经，它的交叉眼同时看的时候，左边的右边的神经能够集中到一个点，所以我们一般人那就非常非常困难。
他到了一个时间，眼睛就会特别的疲倦。我是搓手的时候，意思就是把眼睛放松，让他不要那么累，累的话就会很快就会被模糊了，五官就会看不清楚，就很难找得到。眼睛有点累了啊。1584张的照片数量，加上仅有0.417秒的流动遮拦干扰，已经让挑战变得很困难了。而交叉用眼会加速眼睛的疲劳，更是加大了挑战的困难。仅仅观察了1分钟，挑战者就已经需要稍作休息。他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挑战吗？小朋友正在这个恢复疲劳，你看。我已经找到了。哇！还用了1分50秒。你确定吗？确定。开始选择。他现在在选择的过程中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比对了，因为我们把左屏的照片已经给遮挡住。好，现在小佳琪找到了右屏当中的这个目标照片，同样的位置是圈定在了左屏的这个黄色的圆圈里。我们接下来进入验证环节。请亮起左屏图片。挑战成功！太不可思议了！我本来以为这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挑战，结果没想到1分50秒。你是怎么找出来的呢？就是我用交叉眼把那2幅图拼成1幅图，然后它错误的地方我就会闪出来。他说的交叉眼、3D 眼，对，对，就有的时候我们会，比如说印一幅3D 图画，你只要用对了方法，你是能从平面上看出3D 立体图像的，就是说用是吧？对，我就是用斗鸡眼啊，你把眼珠稍微靠近一点，就会看到那个3。反正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方法，有的人能看见，有的人就死活看不见。我妈妈就是，她知道怎么用什么方法能看到，但是她就是做不到，就是看不到啊。哦，像我们普通那种找茬也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的。是在小时候自己打游戏的时候发现自己有这项特长和技能吗？我不打游戏的。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样个本事呢？就是我小时候特别好动，妈妈想培养我的专注力，就送我到一个兴趣班。那里的老师培养我了专注力啊，很多的能力。就是今年的1月份，他们给我设定的就是这种色块找不同。当时我还不知道可以这种方法来找不同，然后老师就告诉我可以让我尝试一下。当时我只能看到1000多块，后面就1个多星期的努力训练后，就达到了几万块。我现在能比我的老师厉害了。那你在经过了这个专注力的训练之后，对你自己的学习上有帮助吗？学习的时候
你一定要专注，不然走神了，听着听着就想到别的去了。现在不会听着听着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不会啊。今天佳琪她这个挑战虽然说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哦，1分50秒，你就完成了。其实想想，真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起码在这个年龄，很少有孩子能够做到这一点。它是让我们突破了我们对视觉能力的认知的一个极限了。极限了。对于佳琪能否进入荣誉殿堂，我的回答是能。能。恭喜你！谢谢。有请孙佳琪走入今天的荣誉殿堂。佳琪，假以时日，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你的探索心、你的进取心，同时不要忘记你未来的梦想。我们真的期待有一天你可以用你的能力为社会、为国家，甚至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节目互动，积攒挑战勋章，一大波奖品等你来拿。本节目互动奖品由精选海拔3000米有机青稞酿造的天有德青稞酒赞助。打开微信摇一摇，积攒挑战勋章，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道具已经在我们的台上了，它是一个有3个方向的跷跷板。那么究竟会由谁来完成呢？掌声请出我们下一个项目的挑战者出场。大家好，我叫沈阳毅，今年16岁，是一名学生。在我旁边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叫钟荣芳，48岁，是一名家庭主妇。我叫沈志鹏，今年49岁，谢谢。钟荣芳大姐我们熟悉了，最开始在出彩中国人节目当中，钟荣芳大姐挑战一个平衡术，当时震惊了全场。那你们今天是一家子要玩平衡术吗？是的，挑战一个更高难度的。哇！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上道具。仍然还是熟悉的棕榈枝，但是他们3位今天面对的挑战难度仅止于此吗？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个装置上有3个台子？来，挑战助理为我们揭示挑战的终极难度。3、2、1，揭晓最终难度。啊？对。在我们的3个跷跷板的顶端，我们放置了3台卡萨帝双子云裳洗衣机，让它运转起来。哦，在转了。现在这个非常清楚，对，洗衣机已经开始运动了。一个这么大的跷跷板，上面再放3台洗衣机，这看起来阵仗很有震撼力。请听挑战规则：在4米高的Y 字形的跷跷板的顶端，各放置一个转动的卡萨帝双子云裳洗衣机。3位挑战者从支点出发，在保持跷跷板平衡的同时，分别搭建15根棕榈叶的平衡系统，并且要将各自的棕榈叶平衡系统放置在转动的洗衣机上。全部放好之后，我们开始计时，整个系统保持10秒钟平衡，即为挑战成功。这又是巨大的跷跷板，3台洗衣机，然后还要在上面搭建棕榈枝，上面又有很多的震动，我觉得这个强人所难。棕榈叶羽毛平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由日本的平衡大师志田美代子创造的，是13根，但今天3位要挑战的是15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即将开始我们的挑战。邵老师等一下，
我今天要给我自己增加一个难度。啊？他们俩是15根棕榈叶和羽毛，我是在15根棕榈叶的基础上增加2根竹签和萝卜。哇，您在他俩之上再增加一个难度。啊，对。哇，他这个挑战是挑战了极限。钟妈妈突然提出增加的挑战难度，是在自己搭建棕榈叶系统的最前端，用2根牙签来做支撑配置，这将使她的挑战难度倍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挑战者进行挑战之前的准备工作，让我们掌声祝他们好运。可以开始准备，挑战者还要穿上安全防护装置。3个人在跷跷板上同时进行棕榈枝平衡，只有3人全部完成才算挑战成功。任何一个人的失误都会导致挑战失败。他们能够密切配合，挑战成功吗？雪莎老师，我们准备好了。好，挑战者已经做好了挑战准备，接下来挑战正式开始。好，那我们现在先准备平衡啊，小钟往边上走一步。好的。啊，我怎么觉得那么悬呢？儿子边上走一步啊，好，我们现在先感受一下这个是，哎，父亲现在往后退了这么多，但他那边仍然刚登上跷跷板，3口人就遇到了第一个困难。他们首先要把跷跷板达成平衡，因为跷跷板的平衡是之后整个平衡系统搭建的基础。如果跷跷板不能平衡，挑战将无法继续进行。稳住，稳住！这么大幅度的晃动啊！来，儿子往中间走，儿子往中间走哈。太难了。他因为是3个人要考虑各自的平衡。哇！哦，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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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超级担心的，我希望他们会成功。Y 型跷跷板的不稳定性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再加上3个人体重各不相同，这更增加了平衡的难度。挑战者们能否调节自身平衡，并通过相互之间的完美配合，最终使跷跷板达到平衡呢？哦，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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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注意平衡，只要不掉落下来，人不掉落下来都没问题。好好，准备啊！来，儿子，小钟别动，小钟往前，小钟慢慢啊，对对对，往后退，往前走了，往前走了，慢慢往前走了，错了，错了。他们一家人基本上是通过爸爸的这么一个指挥平衡，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找这个平衡点上，其实花费了很多体力，所以对后面的比赛是有一定的影响。小钟往边上走半步，中间错了，快点。儿子中间，好。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来。对，不着急，不着急。我先放一下，手有点麻了。这还没开始平衡，一头的汗。基本上稳定了以后，他们才开始能够静止下来。感觉一下，哪一个位置舒服？可能还要退一点点。那同时2个人往边上半步走，走多少？走半步走，快点。哦，好。死方法出来了，半步，好，差不多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差不多。基本上已经进入稳定状态。好，可以开始。开始啊？对，可以开始了。那我现在蹲下去喽。哎，对。可以啊。可以开始了。好，现在
他们两个蹲下的话，他们就不能动了。这个时候，我先不能蹲下，我一蹲下有可能。现在母子二人开始搭建，而这个时候为了保持平衡，父亲还站着，因为他们3个同时蹲下，他觉得可能会有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相互之间的配合和节奏的掌握。我们看到母亲开始在牙签上搭建羽毛的平衡，在摇晃，稳住，稳住。我在调着，我在调。父亲又往后调了小半步，这样看起来似乎更平衡了。因为羽毛在牙签尖上，只有一个点的平衡，轻微的摇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父亲要尽量保持整个跷跷板的平衡，给母亲的搭建创造一个平稳的环境。是你在调是吧？我在调，你没事调啊，不用管。父亲一直在做着细微的调整，调整着整个跷跷板的平衡。挑战者钟荣芳给自己增加了难度，在牙签上平衡。我们都知道，接触面积越大越容易平衡，而在牙签的尖上只有一个点的接触，一旦晃动幅度稍大，就可能会掉落。增加了2根牙签，让平衡的难度倍增。我需要动吗？你暂时不动。暂时不动啊，好。暂时不动。儿子站起来了，应该没问题啊。待会儿儿子可能你待会儿准备有可能会后退啊。你妈妈有点往下沉那边，你先搭完。要不要我站起来？没事没事，你慢慢搭，没事。这个太难了。我们2个都起来了，应该没事，暂时。这不是一个单一系统，这，李博士，这应该叫复杂系统，是吧？他们这个叫一个复杂系统，复杂，分好几个系统，每个系统还有它自己的事儿，对，然后还得相互配合，对，太多的因素，破坏平衡的因素太多。现在母亲已经把牙签搭建完了，儿子也准备搭第2根棕榈枝了。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我起来了啊，你们小心一点啊，我起来。好了，行。儿子不着急啊，先动动脚，你不要太累。我是怎么？我是要往后退，不动是吧？随便，你不动的，不动。原地是吧？不动，我们就是帮你调的，现在是不动的，对。他爸爸在后边指挥，太太跟他的儿子。所以3个人配合得很好，这个代表一个团结就是力量。儿子往中间半步，一点点。慢一点，慢点啊。好。但我在想的是，如果他俩都搭完了，您怎么办？您还没开始搭呢。我稍微等一下。但您如果要在搭的过程中，他们俩就得一直举着等你。这个也是会耗费体力啊，是有一点点，是吧？所以这个它是需要配合的，我要计算到差不多的时间。对，哦，没事儿，不着急。在 Y 型跷跷板上的每1分钟，都是对挑战者体能和心理的双重巨大挑战。棕榈叶平衡系统的搭建还进行不到一半，3位挑战者就已经汗流浃背了，他们能挑战成功吗？
这个太考验体力了，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体力的挑这上战。面有点缺氧了，应该可能。我开始拉了，开始搭嘛。看到妻子和儿子搭建进行顺利，爸爸终于也开始了搭建。3位挑战者中，爸爸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他在进行棕榈枝搭建的时候，还要密切关注妻子和儿子的情况，根据他们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重心，来维持整个系统的平衡。钟荣芳大姐已经搭到第10根了，现在是第11根。3个人，每个人的姿势、位置，他每一动就会影响到其他2个，所以这个困难非常大。这个挑战一旦开始，他们就没有机会休息，因为中间你手里永远得拿着这个，顶多换一只手，短暂的喘口气。这个真难，它因为是3个人要考虑各自的平衡。儿子，快一点了，等一下，我恢复。哦，小心！失衡了，我真的有点绝望了，你知道吧？棕榈叶平衡系统即将搭建完成之时，跷跷板的突然失衡，让3位挑战者瞬间压力倍增。长时间紧张的挑战，让挑战者们的体能也随之消耗殆尽。他们时刻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面对最后一根棕榈叶，他们能成功完成搭建吗？哎，我感觉我这边再往下。你们俩都不动，我在调。好。好，好，漂亮。好，小钟往边上半步。往洗衣机是吧？对，半步。哦 ，OK。好，走了。再走半步。好。好。好，儿子半步。哎，好像我这边没事没事，不动不动，没事。好，儿子开始搭建最后一根。好的，我开始了啊。对。搭了最后一根，这体能就不能休息了。坚持就是胜利。就只能坚持了。坚持，快了。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坚持。爸爸和妈妈最后一根都已经搭上了，现在儿子也开始搭建最后一根。没有，不是。好，我们同时啊。好，爸爸的还剩最后一根。然后在搭建的同时，儿子开始旋转。嗯，好。儿子开始旋转，小钟慢一点，小钟慢一点。好。小钟节省体力，不要过去。你们等我一下。好，等你，不着急，不着急，很平稳。小心你那个旁边的洗衣机，你的系统不要碰到了洗衣机。在挑战者转身的过程中，因为脚步的移动，导致整个方向上的重心产生变化。此时如果配合不好，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平衡系统的崩塌，挑战失败。他们要调整自己的身体朝向洗衣机的方向。好了，你们俩都放松了，放松啊！调整好了吗？儿子调整好了吗？好了。听我口令啊，准备半步走哈。准备。好，现在小钟半步走。好，半步走了。小钟半步走。稍等一下，我再调整一下。那儿子要准备半步走了。好，儿子半步走。
小钟半步走。好。好，两个人同时半步走，1、2、3，走。好。儿子半步走。儿子半步走。小钟半步走。好。在。儿子半步走。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肌肉快不行了，换个姿势，我换向上的肌肉。还不够，小钟半步走，快一点。好。别着急。好，两个人同时半步走。好。好，儿子慢慢放，你们能放就开始放。放。啊！儿子尽可能站边上一点点啊，小钟。哇！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否则前功尽弃就太可惜了。儿子放好了吗？啊，放好了。我也放好了。好像摇晃得很厉害哦。小钟退，快一点退。别呀！注意平衡。怎样找到中间的平衡，才能让整个系统在旋转的洗衣机上不会因为震动而崩塌，更是对3口人最后一关的极致考验。都已经搭完了，如果在那个放置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小意外，我觉得可惜啦。好像摇晃得很厉害哦。小钟退，快一点退，再退。好 ，OK， 不动，站住不动，两个都站住不动。好。现在我们的规则，只有当最后一个人的平衡系统放在洗衣机上，我们开始倒计时10秒，10秒之后平衡不被打破才算挑战成功。所以我们现在等待父亲最后把他的平衡系统放上洗衣机，放好了之后，请您告诉我一声，我们就开始倒计时。老婆和儿子的棕榈汁系统放在了洗衣机上之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去维护了，剩下的压力全都在爸爸的身上。他不但要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棕榈汁平衡系统放到洗衣机上，而且还要维持好整个跷跷板的平衡系统。在这个时候稍有疏忽，都会导致整个挑战失败。离胜利就差1步。OK， 开始倒计时，10、9、8、7、6、5、4、3、2、1，挑战成功！谢谢。哎呀，太不容易了。真的。尽管你们今天付出了体力，付出了艰辛，但是最终你们收获的却是很多家庭渴望平衡、和谐以及相互之间彼此的信任。在此祝贺你们挑战成功。我觉得这个妈妈也挺了不起的，就她一个人的兴趣可以带动全家人参与。这个得花时间的。对，当时儿子看到了，就是日本的一个舞蹈家叫织田美代子，他练的那个棕榈的那个平衡，觉得很棒，所以当时我就为了鼓励儿子，也想给儿子做一个榜样嘛，然后努力的我就把这个练成了。你跟他是有什么约定吗？你说如果我练成了，你就怎么样？对，我就跟儿子说，我说妈妈也行，如果我练成了的话，你就要更加努力，你也让妈妈值得骄傲的。然后他就练成了，也让我觉得骄傲。哇，
其实男生到了这个年龄，进入青春期了嘛，很少有男同学说愿意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做一件事情，而且还练这么难的事，花很多的时间要跟爸爸妈妈一起练。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学会了什么呢？我觉得像挑战这个项目，最重要的就是要默契和配合，齐心协力就能成功。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家最好的就是这一点吧。对，儿子说的很对，就是每个人眼里有彼此。比如我在走的时候，然后要照顾到他们俩的感受，然后才能完成3个人的平衡。这个在家里也是一样，我们生活中也是一样。这个也算我们家里的平衡之道。你们家的一种家风啊，那你们用这样的一种平衡的相处之道，走过了什么样的一条路呢？就是在儿子4岁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小的照相馆，刚刚起步，生意又不怎么好，然后每天要出去做宣传。正在那个时候呢，老公的爸爸，我们的老父亲，当时查出得了肺癌，那个时候非常的艰难。确实那段时间就是说，这个真的有点失衡的感觉吧。就是那段时间太累了，然后老公也累出病了。有一次他特别的严重，就是痛得在地上滚，都说不愿意去医院检查。当时我们因为资金很缺嘛，就是有时候我为了10块钱的证件照都要出去，所以老公就尽量节约钱。可能每个家庭都会有风风雨雨，反正我们还是走出来了。我觉得人生无论再怎么苦再怎么难，一定要怀抱梦想，再苦我们家庭也要相互支撑，相互陪伴。这样的话，我觉得困难迟早会过去的，美好的明天一定会到来，一定要坚持。其实我觉得他们今天这个挑战项目，比他们这个项目更打动我们的，可能是整个家庭的关系。对，因为每一个社会都是如此，只有每一个家庭稳定了，这个社会才可能稳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家庭的含义会如此的丰富和深厚。你们今天这个表演很有趣，你看这个棕榈，每2只棕榈搭建在一起，像不像一个汉字的大写的人？人和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只有懂得了相互支撑、相互陪伴、彼此包容，才能够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谢谢你们通过这样一个节目，传递了这样一种理念，让我们能够从你们的身上获得启发。所以对于你们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我的回答是能。谢谢冷坤老师。刚才董卿讲的非常好，给我想讲的统统讲出来，跟我想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还有一个更深的感触，因为我从小没父亲，妈妈抚养了我们13个子女，能够平衡这个生活。人的一生不会一直平坦的，有高有低。你们在痛苦的时候没有忘记梦想。很多人以为我非常成功，世界上有名的行政专家。3个月前，我太太走了。整个的生活就失去了平衡。今天你们给我一个很大的，但是要很快的再找到一个平衡点。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们3个人也会很快找到平衡点，所以我一定能。谢谢，谢谢，谢谢。所以我们满足大家的希望，当然是绝对
难了，难。谢谢，谢谢。我们有请沈志鹏、周荣芳、沈阳毅一家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一双手搭建棕榈叶平衡系统，3口人维持一个家庭的平衡。面对生活的磨难和挫折，只有彼此相互支撑，坚持对梦想的不懈追求，才能有战胜一切的勇气和力量。让我们欢迎沈志鹏、钟荣芳、沈阳毅一家进入荣誉殿堂。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节目互动，积攒挑战勋章，一大波奖品等你来拿。本节目互动奖品由精选海拔3000米有机青稞酿造的天有德青稞酒赞助。打开微信摇一摇，积攒挑战勋章，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挑战者。在第1季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一位90后的女孩丁旭驾驶挖掘机完成了投篮的挑战。今天，她的同事再次来到挑战不可能的舞台，要向更高难度的挑战发起冲击。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你好，两位，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叫苏苗苗，我是柳工的一名质量工程师。大家好，我叫陶开丽，是柳工的一名客服专员。你们这个工种也需要开挖掘机吗？平时我们是不需要接触到那个开挖掘机的。看了丁旭参加完这个节目之后呢，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2个就自发的组织了一个女子操作手队吧，就去跟着丁旭去学习。哦，那丁旭怎么没有来呢？丁旭他的工作有一些特殊的安排，所以他今天没能到场。哦，我们平常还有正常的本职工作嘛，对，就是业余或者周6、周天，然后抽时间去练习一下。所以他们的练习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们今天要面对的挑战的规则，不比丁旭当年要轻松，甚至说更为严苛。挑战规则：挑战者要操作挖掘机在3分线外进行投篮，2人交替投球，每人各投10个球，10个球进5个，才算挑战成功，只有1次挑战机会。2位挑战者中进球数多的人获胜。这个操纵难度非常之大，2位今天是否有信心能够完成我们50%命中率的挑战呢？有。好，有请2位进入挑战位。加油！加油！加油！今天这个项目，因为它的未知数太多，不是像人投篮，它是用机器，所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距离是较之前的那个距离是远了，由于距离的拉远，斗杆在甩的过程中的这个震动浮动是要比之前的大，误差就会比之前的要大很多。2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宣布，挑战开始。首先由陶开丽开始他的第1球的投篮。大家可以感觉一下他们的难度。哇！我觉得抓球就很难了。现在这个爪子还在轻轻的摇晃，他要赶在这个爪子摇晃到终点的时候，稳稳的将球夹起。好。这个难度非常之大，3分球命中率，世界顶尖球员也都达不到50%，所以这个命中率，我替他们有点担心。哇，哇，帅！陶开丽开始他的第1球的投篮了，哇！这感觉像大象抓了一个小豌豆，然后要扔到一个杯子里。
甩洞壁的力度要掌握得很精确，甩少的话，或者是甩多的，那么就可能造成不着框。他要掌握松爪的时间。现在洞壁摆动之后，球出手。很遗憾，第一球没能投进。选手很难把握这个出球的时间点，因为洞壁一直在摇晃。他们坐在驾驶舱里，有的时候是很难看见球具体的位置，他们必须凭感觉掌握球出手的那个瞬间。苏苗苗现在开始进行她的第一球投篮。我们的挖掘机投不像是人为投3分线其他的位置，你必须找准居中的点投出去。在投篮的过程中，车身本身也会发生非常剧烈的震动，这个震动会导致车的位置有一些小小的偏移，每投完一球，可能就会产生一点误差。第一球命中。现在是陶开丽的第2个球。对方进球了，那么我这边我也不能松懈，我要跟上他的步伐，起码我不能差他太多。陶开丽现在还在进行微调，不用着急出手，对准角度，掌握好时机。把篮球摆成弧状，对于我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操作机器的回转去夹这些球的话，那么这些球夹回来之后，我的对中点又要重新找一次。那么能够找准这个对中点的话，也是比较难的，就是误差都不能超过1毫米之内。松手，漂亮，漂亮，漂亮！陶开丽现在第2球。稳稳地投进了，2个人现在各进1球，陶开丽2中1。来看看苏苗苗这边，苏苗苗已经启动了，前面把握的机会越多，后面的压力就越小。看看苏苗苗这一球的发挥。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我们来看陶开丽的第3球。1人2球过后，陶开丽跟苏苗苗各进了1球，但接下来投篮并不那么顺利。啊！苏苗苗要投她的第3球了。第4球。漂亮！现在是第5球，一半了。漂亮！第6个球。好球！看看苏苗苗这一球的发挥，出手。哇！漂亮！有差一点点。很难的，真的太难了，这个。哎呦，
在每人8球投完之后，陶开丽总共投进了4球，而苏苗苗只投进了3球。现在每人还剩2球的机会了，他们还能挑战成功吗？调整一下，调整一下，不要着急。陶开丽能否再进1个，从而挑战成功？此刻心态非常重要，还有2个球，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平时训练的时候命中率就是10进3个球，出现过10进5，但是这个情况在我训练了这么久的时间以来只出现过2次。今天这个挑战对于我来说，这个难度系数是非常大的。他在一点一点的抬升动臂，找到他最合适的高度和角度。最后2个球的时候，内心是挺激动的，因为我已经跟胜利很接近了。陶开丽出手了。哈哈！很遗憾，这一球没能投进。陶开丽只有最后1个机会，苏苗苗还有2球。我们来看看苏苗苗，仍然还在挑战她自己。苏苗苗出手。现在陶开丽还有最后1次机会，能否挑战成功，就看这1颗球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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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差1个球，压力特别大。加油！加油！到最后他要给球放出来，一刹那很重要，他的角度、弧度、速度要完全对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把这根稻草抓紧了，那么才有赢的机会，压力是相当大的。他要掌握松爪的时间。陶开丽出手了。好可惜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陶开丽最后1球没能投进，苏苗苗还在尝试她的最后1颗球。我们2个共同来对这个挑战发起冲击的，任何一方的成功都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成功，所以他没有进球的话，对于我来说压力是很大的。我觉得所有的成功与否的这个概率都是压在我这边了。对于世界顶级篮球运动员来说，3分球命中率都不到50%，2位操作员用机械臂来投篮，难度可想而知。最后1球的机会，陶开丽投篮失误，挑战失败。现在成功的希望全压在了苏苗苗的身上，她能否顶住压力，投入最后的1球，挑战成功呢？陶开丽非常遗憾，已经没有办法再冲顶成功了。但是苏苗苗还在尝试她的最后1颗球，她仍然还没有放弃，继续她的挑战。我们来看看她最后情况如何，能不能够圆满地完成她自己内心的梦想。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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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苗苗出手了，出手了！人家啊！
遗憾，掌声送给两位挑战者。很遗憾，两位挑战没能成功，我们只能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我们有请两位回到舞台中间。我觉得他们两位今天已经尽力了，尽力了，应该为两位姑娘这种沉着冷静、不懈拼搏的精神鼓鼓掌。虽然丁旭今天没来，虽然两位今天挑战也没能成功，但是在最后这个环节，我还想送给两个姑娘一份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小礼物。来看一下大屏幕，丁旭。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董卿老师、李昌钰老师，你们好。丁旭好。他在擦眼泪，刚才刚切到他的时候，丁旭，你是看哭了是吗？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为什么呀？是为他们也觉得有点遗憾是吗？对，我觉得能走上挑战不可能的舞台，我觉得他们应该给自己鼓掌，真的。我看了你们整个挑战过程，我觉得这次的挑战难度比我之前大很多，尤其比我第一次挑战的时候距离拉长了将近2倍，所以你们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真的很好。我在家等你们，欢迎归来。我相信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央视的大舞台，这也许只是你们站上的其中一个舞台。未来包括像中国的品牌，像柳工这样的大的这种重型工程机械的品牌，未来会站上世界的舞台，那才是你们真正要去展示自己的地方。对，他们的挑战不在我们的挑战不可能的舞台，或者说不仅仅在这里。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2014年印度西部发生了一个泥石流造成的一个重灾，当时有一张新闻图片，我想我很难忘记，是中国的工人开着中国的挖掘机在救灾的现场，新闻报道有一条很醒目的标题是“中国工人救出了22位幸存者”。可能这才是对于他们来讲才是真正的挑战吧，是我们这些千千万万个苗苗、丁旭、开丽这样的中国工人，用他们敢打敢拼的精神，托起了4个金灿灿的大字“中国制造”。谢谢你们。谢谢，也谢谢丁旭。好，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这个舞台随时也在等待着你们再次回来。人生的挑战是没有终点的，让我们一起加油！未来挑战不可能这个舞台永远为各位敞开，希望你们还能回来，加油！好，谢谢，加油，加油！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节目互动，积攒挑战勋章，一大波奖品等你来拿。在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曾经有过一位盲人的挑战者，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可以用声音来打开他生命的窗户，来看见这个世界缤纷的色彩。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有请声纳人陈烨再次回到挑战不可能的舞台，有请。陈烨你好，我在这里。大家好，我是盲人钢琴调律师陈烨，今天我又来到了现场，挑战不可能的现场。欢迎欢迎，陈烨，我是李昌钰博士。李老师好，很熟悉的声音啦。啊，好高兴看到你。谢谢。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具备这样的能力。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陈烨要面对的挑战者。戴夫·贾尼沙克来自德国，被誉为天才声纳人。欢迎我们的挑战者，欢迎你。Ja, hallo zusammen. Mein Name ist Delf Janiszak. Ich bin 21 Jahre alt, komme aus Marburg in Deutschland. Mich und meine Technik heute hier zeigen zu dürfen. Vielen Dank. 欢迎 Delf。今天我们给2位设置的也是非常艰难的一次挑战，所以期待着2位能够顺利通过我们的挑战。让我们掌声
预祝两位挑战能够成功。谢谢。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将两位挑战者带上挑战位。两位挑战者已经就位了，那么接下来，请上道具。现在我们场上已经整齐地排放了10辆长安福特锐界，除了10辆车之外，我们还有另外10组特殊的挑战助理要来配合今天的挑战，掌声请他们上场！哈哈，欢迎你们！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挑选了10个家庭，每个家长手里都抱着一个熊猫玩偶，10个熊猫玩具。现在我们看到全是毛绒玩具。我接下来要有请于承庆评委，您从10个家长当中随机挑选3个家长，把他们手里的毛绒玩具换成一个泡沫的熊猫。好。哦，这个材料很显然的，好光滑呀！这就是您要更换的道具。好，我们挑3位嘛啊，换这个道具，换一个好不好？可以吗？我觉得这个小女孩的表情是凭什么？我要我的毛绒玩具，我不。谁愿意把自己的毛绒玩具换成泡沫的？举手。哎，来了，我看个坚强的。还真有愿意的，而且它歪歪的，就是我了。可以吗？好，他犹豫了，他手，他说我只是想挠挠头。好嘞，好不好？哎呦，他的表情好可爱。啊，对，跟他还有点像呢，你看看。啊，谢谢啊，哎，这给你。好。现场10个毛绒熊猫里，已经有3个被于承庆替换成了泡沫熊猫。要搓牌了。哎，对，搓牌。好。为了确保挑战项目的随机性，挑战助理将10把车钥匙由评委打乱之后，再由10个家庭各自随机选择1把车钥匙。这个亮了。并坐进对应的车辆内，等待挑战开始。好了，我们现在10个家庭都已经找到了自己对应的车辆，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摘去耳机，请听挑战规则：现场10辆福特锐界汽车，车内的10组家庭小朋友的手中各抱着1个熊猫玩具，10个熊猫玩具中有3个被评委替换成了不同材质的泡沫熊猫。挑战者将透过车窗找出载有泡沫熊猫的那3辆车，正确答案多的挑战者获胜。如果2位挑战者正确答案的个数是一样的，用时短的那位挑战者将获胜。2位听清楚我们的挑战规则了吗？听清楚了。干。我觉得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有点不太可能。熊猫放在车里，车里又有别的物体，确实超出了我平时生活当中的辨别力，难度非常大。Material zu unterscheiden mit dieser Technik ist eines der einfachsten Dinge, die es gibt, weil ein weiches Material schluckt den Schall und ein härteres wirft ihn mehr zurück. So deutlich ist der Unterschied für mich zwischen hart und weich. 对于他们来讲，今天的挑战确实非常难。
为了挑战更加公平，因为两人他们的声波方式不一样，我们将先后进行，谁先谁后，通过我手里的这枚写有中德两面的硬币来决定。稍后硬币朝上的这一面将是率先挑战的一方。哇，帅！写有中字的一面朝上，所以将由中国的陈燕率先面对挑战。请挑战助理将陈燕带入挑战位。由于车有一定的高度，所以我们为陈燕也准备了一个挑战用的一个小台阶。陈燕，如果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始你的挑战。准备好了。好，陈燕，挑战开始。计时开始。在挑战开始的时候，首先我得感知那个台子，如果绊在那儿，难度就更加大了。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不可思议啊！他啥道具，什么道具都没有，然后就太不可思议了。在听熊猫的时候，首先我要确定熊猫在哪里，然后再判断吸音程度。那个熊猫是吸收声音，它的声音会吸进去。哇，那这个听力非常，那它的听力应该非常好。因为眼睛不好，它的听力就好。我走到3号车的时候，跟2号是一样的，我也不确定它是不是泡沫的。车、人、熊猫，在复杂的空间关系中，还要通过微乎其微的声波反射来分辨出不同的材质。而抱着熊猫的小朋友，随时还会改变坐姿。这更增加挑战难度。挑战者能凭借敏锐的声纳能力挑战成功吗？陈燕找完了9辆车，目前用时8分50秒，快到9分钟了。最后一辆10号车，这个太难了，就是它这个定位啊，其实用的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人体，这个不可思议，他就是靠自己的听觉和感觉，很难去把这个问题想通，我感觉把自己堵进死胡同的感觉。搜索完毕。
搜索完毕。好，搜索完毕陈燕用了9分45秒搜索完毕。接下来，请陈燕回到你的备战区，在你的面前有一排数字，你可以把刚才觉得可疑的车辆的数字选出来。等你选出数字，我们计时就停止。毛绒熊猫跟泡沫熊猫真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感知。走完10号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确定我到底是否能成功。选择完毕，计时停止，10分08秒。接下来 ，Dave 将要面对他的挑战。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摘去耳机。好 ，Dave， 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Ja, ich bin bereit. 好，接下来我宣布 ，Dave 的挑战正式开始。哇，他好快啊！他很快啊，都不发声音了。对。 Da es keine einheitliche Möglichkeit gibt für diese Aufgabe, ja, aber generell gesehen ist Zungeklicken besser. Thank you. Dave 用了1分钟的时间，完成了2辆车的搜索。Dave 现在用了不到4分钟，已经开始搜索第8号车。我想他大概在脑筋里面有个 norm， 就是一个标准。今天呢，又有很多观众在那里，而且车都靠在很近，所以他的这个用过去的标准量今天的，也许出了差错。这是第9辆车 ，Dave 现在用的时间还不到5分钟。最后一辆车，10号。他需要再重新复查一些车。短短6分钟内，戴夫已经通过颤舌定位，完成了第1轮的初查。他迅速地开始了第2轮的排查。按照比赛规则，假如准确率相同，用时短者获胜。戴夫和陈燕，究竟谁将会挑战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Ich bin fertig. 好，请 Dave 跟随我们的挑战助理回到挑战区，然后从你面前的数字里面选出你认为是3个泡沫熊猫的车号。选完数字以后，我们计时停止。好，计时停止。Dave 用时9分38秒完成挑战。那么接下来，我们
就要开始进行验证。掌声有请 Dave 和陈燕回到挑战区。2位挑战者全部选择完毕，最终陈燕的挑战用时比戴夫长。按照挑战规则，如果2人全都答对，则用时短者获胜。我们首先开始揭晓用时较长的陈燕的第1个答案，请挑战助理揭晓陈燕选择的第1个号码是2号。请挑战助理揭晓 Dave 的第1个答案，号码是2号。我们有请2号车上的家庭下车，我们来进行现场验证。有请2位。其实我内心也非常紧张，真的有可能一个也听不出来，这个就是微乎其微的感知。哇！祝贺陈燕和 Dave 选对了第1个2号车。首先我很高兴，我终于靠着微乎其微的感知正确了，我也为 Dave 高兴。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看陈燕的第2个号码。3号车，我们来看 Dave 的第2个号码。3号车，我们有请3号车的家庭下车验证答案。我走到3号车的时候，跟2号是一样的。陈燕和 Dave 再对一个数。我们来看看 Dave 和陈燕的第3个数字是陈燕的第3个数字是5号车 ，Dave 的第3个数字8号车。哎，请5号车和8号车下车验证。第3个号码的选择，2位挑战者出现了分歧，究竟他们会是全都失败，还是其中1人挑战成功呢？哇！无话可说。陈燕找对了全部3个泡沫熊猫，挑战成功。所以我想问一下 Dave， 这样一个结果你有没有想到？Ich war mir im Vorfeld nicht sicher. Und
diese Aufgabe eine wirklich schwierige ist, aber für diese Aufgabe war es nicht die richtige Technik.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an meine Gegnerin, Respekt für ihre Leistung und vielen Dank.我们也想对 Dave 说，我们没有任何人会质疑他的能力和技术，因为毕竟他在做的事情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和难以做到的事情，所以非常感谢他来参与我们的挑战，谢谢。Ich habe zu danken. Vielen Dank。同时也用掌声感谢我们所有配合本次挑战的所有的家庭，请大家到台下稍事休息，谢谢，拜拜，拜拜拜拜。陈燕今天再一次用她的本事告诉我们，生命的奥秘还有太多可能是我们没有探知的，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挑战成功的陈燕。我好奇的问一下哈，在你这个感官里面哈，毛绒玩具跟塑料玩具传达给你什么样不同的感受？毛绒熊猫它比较吸音，它反射回来的波频或者震动并不是很多，比较小，比较少。小，嗯，但是泡沫熊猫呢，反射回来的音比较多。不光是耳朵反射到我的嘴、脖子，包括胳膊，就像我这样的时候，这儿两只手都有感知。我想两个物质，一个是吸收，对，一个是软的毛的吸收一些音波，一个是反射，另外一个是 reflect 反射一些音波。我问一下啊，你这一年的生活有什么变化？我学了画油画。哎呀，画油画。对。哇，你真的都是挑战不可能啊！去年的时候，一位朋友给我读了一个新闻，就是在国外美国的一个盲人，他靠画画为生。哇！哎呀，我就想，我是不是也挑战一把？于是我找到了台湾画家李居如老师，他愿意跟我一起挑战一把。他想了好多办法。就像画布打好多格，用那个线绷上，让我知道横平竖直。然后他拿着我的手在画布上画，但是不能摸呀。第3天，我知道了自己的一个秘密，我可以用嘴吹，画布反射回来的风，反射到我的面部，我就能知道哪里画了，哪里没画，哪里的颜料厚，哪里的颜料薄。您的作品有带来吗？带来了，带来了。我带来了2幅画。哇！我认为树很坚强，风吹雨打，它都站在那儿，都不倒。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有一颗爱心，那这个世界就更和谐了。所以我把树画成了新的形状。很好啊。第2幅画，它是我的一双眼睛。导盲犬。珍妮，今天他也来到了现场。他也来了。对，妮妮。珍妮，哎呦，哇！想我了。我上去他会不会认生呢？会不会？他不认生。哎，他看起来很亲切。来，妮妮，咱们先穿上。他年纪多大？妮妮练，他9岁了。9岁？对。算。高龄狗，可是他看起来和人类已经60多岁了。可是他看起来精力充沛啊，很有活力。我认识陈燕3年了，3年来你成熟了很多。是。你运用自己的长处，不断的努力，流了多少汗水，流了多少眼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他学习。好，谢谢李老师。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比喻的特别好，如果外面刮起了大风，可以吹走任何的东西，但是它刮不走一只蝴蝶或者一只会飞的生物。那么我觉得其实风就好比命运跟陈燕老师开了个玩笑，让他丧失了感光的一个世界。
但是陈燕老师就好比一只坚强的蝴蝶，在她的生命和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可能未来有一天我会离开泳池，那么我希望把这个精神一直的传承下去，传承给后面的年轻的运动员，也为我们中国的游泳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给更多的掌声，给予他们需要帮助、需要关怀的陈燕老师更多的鼓掌。谢谢，谢谢。那我想，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一致说能。谢谢，恭喜你！谢谢各位评委对我的支持，谢谢。生命的力量在于坚持不懈，不向困难屈服。陈燕再次用神乎其技的人体声呐探测挑战了不可能。自强自信的陈燕不断打破生命极限，挑战一个又一个的不可能。让我们欢迎陈燕进入荣誉殿堂。再次掌声祝贺陈燕挑战成功。挑战不可能节目同名书籍已经正式上线，拿出手机参与微信摇一摇，就有机会获得节目同名书籍折扣券。欢迎登录微博参与挑战不可能话题互动。感谢扎克新闻客户端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